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在莲花楼中的打戏你觉得如何？不比较早年的武侠，就近几年的古装戏里面已经是顶尖的了。近几年的古装戏比较好的片段多是替身，镜头切来切去，看不到连贯的动作。不用替身的打戏也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地面转圈圈，没几个动作，还尽是慢镜头，要不然就是一大堆特效，神仙打架一挥手死一片那种。相比演员更考验后期的水平。从花絮里可以看出来，程毅在莲花楼打戏里都是自己实拍的，且动作连贯流畅、潇洒，不拖泥带水，兼具力道和美。打戏基本没有慢镜头，一些在空中转圈的动作也很有难度，不是简单的地面转圈。他能够在边吊威亚做动作的过程中边维持表情戏也是挺厉害的。除了船上的打戏用了比较多的特效外，其他打戏基本上都没特效。这个戏就是剪辑的不太好，有很多打戏镜头因为要切对手、切面部，导致不是特别完整，有点可惜。花絮里反倒是看着更完整好看。不过瑕不掩瑜，他在这部剧里贡献了很多名场面，红绸舞剑、竹林舞剑、篝火舞剑，以及最终和师兄的决战，都带着观众梦回武侠世界，挺不错的。最大的感觉是动作很合逻辑，名称、动作、布景都在烘托主角和剧情。狄飞升明月陈希海。开局的打戏紧随背景李香怡武功独步天下的旁白之后，所以一开场必须掷地有声，抓人眼球。一叶扁舟上，少年脚踢船桨呼啸而去，挑落了金渊盟大床上站岗执勤的2名门人。随后男主以迅捷的身法和剑术，迅速解决掉对方的数轮围攻，直捣黄龙。这个1对多的设定立住了男主15岁就武学天下第一的高手人设。男主先发制人刺中了狄飞升一剑，随后中毒落败，袖中文景破空而出，逼开狄飞升的大刀，马上转手为攻补刺少师，一把将狄飞升钉在了桅杆上，一气呵成，非常流畅。明月陈希海这个名称既符合大海决战的场景氛围，也是男主命运急转直下的隐喻。皎皎明月陈希海，一代英雄从此没。必须的是西海而非东海，东海的意象是旭日东升，紫气东来。必须的叫明月陈希海，不能是明月照大江或者白虹贯日之类。狄飞升识别李香怡的婆娑步，这里的处理比《天龙八部》的凌波微步有看头。不是那种违背基本力学常识的360度大摇摆，而是起步转身攀岩再倒飞走，中间逐稍蓄力，起承转合，动线设计十分流畅。远处的狄飞升十字对开，刷刷2刀，伴随着2股泥沙翻飞的气流破空而来，对应了李莲花全力后仰合翻身俯扑2个躲避姿势。角力桥游龙踏雪。再有一次和角力桥在一起的游龙踏雪，典故是为门下17名女子折眉。整个招式特别流畅，走位如游龙，闪击若踏雪，瞬间攻守一行，挽救方小宝于危难，血婆一招毙命。以你的名字正好配以你的典故，是他年少张扬、风流得意的真实写照，也非常符合他和角力桥对手的性别设定。若换成他和钢铁直男敌盟主游龙踏雪，脑补无画面。角力桥作为对家女下属，苦爱狄飞升而不得，对4顾门独家女性企业福利的向往之情溢于言表。展云飞竹林相识。和展云飞相识的打戏是在竹林，展赌约输了头巾。竹林是意象暗喻展和他知己相交从未辩解，也暗示2人君子之交淡如水。作为全剧唯一一个不凭武功，仅凭眼神就认出李香怡的人，纵然知己身死10年，俊美剑客爱着姻缘也绝不卑诺，
应了那句有些人终身不负，迎君以头巾，赠君以宝剑，与君初相识，犹如故人归。5. 竹林舞剑 vs 芦苇舞剑，这两场打戏相互映衬，由师傅的酒葫芦串起，可以对比来看。1. 师承下山水上队长。竹林舞剑之前先来了一场少年随师学艺的水上打戏，这场打戏的本质是少年相宜的毕业答辩，关键是考外功。队长事事内力，师傅的考核是全方位的，徒弟的答卷是内外兼修。李相宜促狭使坏，把师傅挑来的水浪原路拍回，给师傅的酒葫芦破了几个小洞，得到了师傅臭小子武功精进不少的评价，并允许他和师兄一起下山。师傅评价精进不少的时候，给了男主一个眼神特写偷瞄破洞的葫芦，表情促狭又得意。这一幕让我想起赵敏被张无忌偷偷摘掉头上珠花，如果不是摘珠花，而是头顶点穴，少敏郡主命已休矣。如果不是拍葫芦，而是其他呢？编剧在这里进行了艺术留白，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想象留给了观众。少师带起水花的时候，屏幕左下角的湖面上出现了一角特效彩虹，剑花落，彩虹出，英才少年负剑下山，拉开名动江湖的绚烂序幕。2. 竹林舞剑葫芦仍在师傅先试水上之后，镜头再次切回竹林舞剑，男主的服饰为白色为主，暗红打底。孤寂的人生里，他也曾经有过最温暖的底色。竹林舞剑由师傅酒葫芦贯穿，耳边响起的是师傅我不要你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人物，只要你们吃好喝好，好好活着的愿望。背景音乐笛声悠扬，忽然一转，来到悬崖边上，绝壁处，文景没入，代表他和师兄从此陌路。3. 腋下芦苇舞剑。腋下，芦苇，火堆，一人，一剑，一狗。40集一开头，一系列意象就奠定了基调。芦苇的飘散完全按照剑锋舞动的方向在走，完美呈现出剑锋流动的走势，剑气剑意俱在，宛如回风流雪。芦苇的意象似是男主的一生，虽身如芦花身世飘荡，但心如苇干韧性十足。有一幕剑锋扫向火堆，火忽然一暗复又燃起，仿佛男主身遭大难，但依然不熄不灭，向死而生。剑花过出，笛飞声闪过的大刀，师傅手指的酒壶一一浮现，旋即又都随芦花飘散，没入夜色。对手与师傅，皆是他人生里再也不能赴约的遗憾。这一幕的最后，是方小宝给他送来一席大氅，呼应了火堆，也暗示他萧瑟如芦花的一生里，有了新的朋友和温暖。舞剑的结尾是他决定再持少师，重回四顾门，了结前尘往事。红衣如旧，少师如故。一剑西来，天外飞仙。他救下了要被处刑的云比丘，循循善诱劝说其开启新生，完成了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场自我救赎。竹林打戏，剑是文景，主打绝交，起剑未暖，收剑未冷。芦苇打戏，剑是少师，主打告别，起剑未冷，收剑未暖。6. 萧子金对决，文景两出。一开始萧步步紧逼持剑杀来，李莲花袖中文景破空而出，如白蛇吐信，阻拦了萧的第一招猛攻。而后文景折返重回李相宜手中，转手为攻，再次出剑缠绕住萧的剑，直接将萧的长剑震飞脱手。第一剑向他对被极度冲昏了头脑的萧的当头棒喝，第二剑缠绕暗喻萧冥顽不灵，完全被心魔控制不得挣脱。7. 师兄决战。李的剑势不似其他任何一场对决里的冷峻飘逸，击毁凉亭如泰山压顶，震飞地砖杀气四散，脸上也一改李莲花平日的背懒闲散，完全没有程毅口中那种透着敷衍的冷漠和疏离，而是带着冲天的恨意和怒气。这怒气
甚至比在西海一战里他福建2次厉声质问狄飞生我师兄单孤刀的尸体在哪儿的时候还要重。前者是一种刨根问底、局面在握的怒，因为这时候的他还是名满天下的李门主，同门袍则和青梅竹马俱在，透着来日方长的自信。虽然后面被证明都不过是镜花水月，而这里还夹杂了被至亲背叛的绝望，用自己随时都会身死的全部力量，拖着对方一起进入阿鼻地狱，透着惨烈和决绝。这里观众的情绪是完全被打戏带起来的。如果说其他的开大场面观众心里都是哇塞我门主帅气，这里则是杀用少师灭了他。反观单孤刀，虽然自诩获得了师傅的全部内力，看不上只剩一成内力的师弟，但还是十分小人的挑落了李莲花的长剑，想要去其之长攻其之短。本来长剑脱手是剑客大忌，但这里李香怡改用拳头近身搏击，也丝毫没落下风。回身取剑一来一回，用师傅传授给二人的入门剑法独步逍遥剑打败了师兄，可谓绝佳的清理门户限定套餐。我不仅举重若轻赢你没商量，还顺便教你做人不忘初心。单还以为是师傅单独开小灶教的其他厉害功夫，不仅说明单武学水准一般，更说明他早已丢失了初心。8. 男主的配件切换。男主的配件也很有讲究，少年鲜衣怒马的时候手持少师，剑沉西海之后改用软剑文景，到头来赠文景的师兄不过是一场笑话，又切回少师完成了李香怡的任务。几次高光开大，李莲花仿佛变回了李香怡，但最终断了少师，终是回不去了。他再也做不回李香怡了。文景弃，手足断，少师断，莲花开。成为李莲花之后，除了独自舞剑，大部分临敌对决几乎都是一招制敌，干脆利落，毫不拖泥带水，符合他血条不多必须省着点调的需求，主打一个速战速决。这个帖子会持续更新，实在太爱莲花楼了，出不来了5555。有之有在求带图版，我放到公众号里了，那边好操作。链接如下，谢谢大家的喜欢。说真的，内娱这些很多演员都没有所谓的打戏，程毅在早期是经过武打训练，相较于其他的演员，他的基础要好太多，加上他自身的条件优势，所以他的打戏相当美，力量感很足，飘逸、灵动、美，有拳到肉的实质感，也有意境的魅力，不为单纯打而打，是为了什么打而打。